嗨，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震撼级的发现。我现在的世界观都变了。我认为这个外星人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印度离释迦牟尼觉醒的地方不远的山区里，有一处史前文明留下来的洞穴。它里面蕴藏的科技含量可以让现在地球上最厉害的工程师都感到绝望。我认为这个洞穴的伟大程度仅次于埃及吉萨大金字塔。这个就是印度的巴拉巴尔洞穴。印度的菩提迦耶就是佛经中记载的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觉醒的圣地。从这里出发，沿着河流向北开车40公里，我们就会看到一处堆满巨石的碎石山丘。从 3D 全景图里面远远望去，这里面全部都是巨大的碎石，一块一块的，仿佛是一座远古的巨大城市被炸了一样。说来非常巧合，这一片很可能是我上集在会员节目里讲的摩诃婆罗多里面记载的巨卢之野巨卢之野发生了一场巨大战斗400多万人灰飞烟灭。所以就在这些巨石堆中，有一个巨大的长得好像鲸鱼背一样的巨石，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巴拉巴尔石窟。在很多石窟门口都有很多古代雕刻的文字，在维基百科里解释，这些文字是来自西元前322年的阿育王时期，距今有2300多年。所以这些考古学家都认为这里的石窟就是2300年前建造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们都错了，要听我慢慢解释。我们就从鲸鱼背这里开始探索。第一个石窟叫做 Karna Chapel， 这个石窟是一个 10.2 米乘以 4.2 米的长方形房间，房间上方有一个拱形的天花板，房间的墙壁上雕刻出一个一体成型的石凳，里面的墙壁出现光滑的抛光技术，表面上看去有一种金属的反光感。整个石窟的墙壁不是90度，而是略微倾斜，其他的就没有了，空空荡荡。然后第二个石窟叫做苏达玛，它里面和刚才的石窟一样，也是呈长方形，但是在苏达玛的另外一头有一个蘑菇状的拱门，穿过拱门之后就是一个球形的天花板房间。所以苏达玛整个图形是这样的，长方形接着一个完美的球形圆底，而且苏达玛里面四面八方全部被抛光。如果你站在门口有光的地方，发光岩表面就可以像镜子一样反射出人的影子。这个可不是人类可以做出的抛光，我在后面会给大家解释。然后在鲸鱼背里面第三个石窟叫做 Visvakarma， 它是巴拉巴尔里面所有洞穴中唯一一个在门口有装饰的洞穴。这个洞穴就非常奇怪，它整个结构和苏达玛一样，都是长方形再加一个圆球顶，但是它整个洞穴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有无数的凿痕，好像是刚刚开凿一样，然后中间停工了。奇怪的是，洞穴四周的墙壁却已经被精细抛光。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圆形天花板上都有无数的凿痕，但是墙壁却特别的光滑，已经抛完光了。这个就非常诡异了，因为在任何石窟建造的工程中，挖掘和抛光必须是分开的，不可能一边出现我一边挖掘，然后下面的人在抛光，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上面的石浆在凿天花板的时候，石头会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就把刚才抛光的墙壁给划伤了，这个墙壁的抛光就白做了。所以按照正常的流程，石匠必须先从屋顶开始抛光，而不是先从墙壁抛光。维斯瓦卡拉玛洞穴这种情况就暗示了一个线索，就是这屋顶和地板上的划痕并不是古代工程刚刚开凿之后停工的，而是洞穴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程，所有的墙面都已经抛光了，后来是有人来破坏，把天花板和地板全部都凿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洞窟门口上边的拱形门廊里面有了很多花纹，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是有哪一个工程师或者是王室贵族想把这个洞窟改造成有很多神像、有很多花纹的一个神圣的像敦煌莫高窟那种的石窟，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改造工程突然停工。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工作的石匠只要2个小时就会被窒息而死，原因我一会儿会解释。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巴拉巴尔他们都是大同小异，全部都是一个风格极简风。洞窟里面的门都是这种非常科幻的笔直线条，房间里面也都是有完美弧度的拱形天花板，墙壁全被抛光，而抛光的技术也是无比丝滑。但是
他们这里面全部都是空的，没有任何古印度风格的艺术雕刻。这些石窟可能跟古印度文明没有关系，我在后面会给大家讲到。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些石窟看起来不就是比敦煌莫高窟精细那么一点点吗？不就是花点时间把墙壁抛光了吗？我看还有人说他没有听过巴拉巴尔石窟，感觉是现代人用现代工技造出来的又是一起造假事件。我发现现在有一群西方唯史论信徒这些人都特别坚信只要西方出现他们无法理解的古代技术比如什么金字塔、巴拉巴尔石窟，甚至古希腊雕塑，他们都认为这都是假的都是西方人用现代科技伪造出来的。真的就是有这么一群人，匪夷所思。我今天就要告诉他们，不要用人类的思维解释这些未知遗迹，这些洞窟现代人类也是不可能造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石窟中最大的特色，那就是鬼斧神工的花岗岩抛光技术。为了研究巴拉巴尔洞窟，法国的科学家使用了全球最知名的精度测试仪器——日本三峰表面粗糙测量仪，型号 SG210。这个仪器在固定之后，从里面可以伸出一个金刚石探针。这个探针可以探测物质表面最低 0.01 微米的光滑程度。0.01 微米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石头表面上如果出现一根头发1/1000宽的这么一个坑，这个仪器都能检测出来。仪器屏幕上的字母 RZ 意思是最大粗糙度，这个是一个最敏感的计量单位，上面显示的数值越大，就是说划痕越深，表面越粗糙。大家知道这个仪器有多么厉害之后，我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法国科研团队的实验结果。他们先找了现代机床生产的大理石进行测量， RZ 数值是 9.492 微米。接着科学家又找了一个精细打磨的大理石，精装修的那种， RZ 数值为 2.567 微米。最后为了对比镜面效果，干脆就找了一面玻璃进行测量， RZ 数值是 0.101 微米。大家记住这些都是现代机床、现代的抛光机、现代工艺做出来的光滑水平。最光滑的就是玻璃 0.101 微米。接着2023年4月，科研团队再次进入巴拉巴尔中的苏大马洞窟，对里面的抛光墙面进行了80次测量，其中结果为最高粗糙度为 0.976 微米，比我们现在工业制造的大理石表面光滑10倍。苏大马洞窟里最光滑的地方粗糙度可以低至 0.466 微米，这个数据就比玻璃光滑的表面稍微粗糙那么一点点。0.466 微米的光滑度有多么恐怖吗？一个人的头发直径只有70微米，所以在2300年前，古代工程师在没有任何现代机器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把坚硬的花岗岩墙壁打磨成一根头发的170%，也就是 0.466 微米的光滑程度，像玻璃表面一样光滑。我跟大家说这种工艺和南美洲的蓬马蓬古还有秘鲁的一些石头建筑都是一样的。在上古的时候，有神秘文明已经在全球已经旅行过了。然后大家再细想一下，就知道这些人的技术有多么恐怖。难道是古代人类纯手工打磨？科学家们说这都不可能。巴拉巴尔洞穴第一次被西方知道，记载于1811年，是一名叫做弗朗西斯·布坎南的苏格兰外科医生还有动物学家，他常驻印度的时候发现的。后来一直到1925年期间，一直有西方探险家去印度研究这个巴拉巴尔洞穴，这都是有记载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巴拉巴尔洞穴是现代人伪造的这个是不可能的。在1811年这些洞穴就已经存在了，那个时候也没有现代切割机和抛光机，而这种鬼斧神工的抛光技术在考古学上被称为阿育王抛光或者孔雀帝国抛光。研究印度的考古学家们发现，在阿育王时期流传下来的皇家石器中都有这种玻璃般的抛光技术。在印度还保存了一根刻有阿育王诏书的石柱，而这根石柱的表面都被抛光了，呈现出玻璃般的光感。但是非常诡异的是，在孔雀王朝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抛光技术，失传了，不知道谁造的，也没有任何记载。2300年前，阿育王的王朝被称作孔雀王朝。根据传说这个王朝的开始是跟一只孔雀有关一只鸟有关。
新来的朋友可以看看我之前讲的限时公开的会员节目。德国柏林大学印度学教授 Harry Falk 写过一本专门研究阿育王抛光的书，叫做《阿育王遗址和文物》。在里面，哈里教授有一句针对这种技术的巅峰评价：唯有虔诚、对不可能的成就的信念、近乎狂热的执着、对花费的漠视、美学的追求、对技术完美的热爱，以及渴望被后世铭记的心愿，这些要素的结合才会促使某人发起这样的工程。这种结合在古代印度是无与伦比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2300年前，只有帝王对美学的狂热追求，再加上无比的宗教狂热和不计成本的研发费用投入，才可以让工匠用手坚持抛光，连续抛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可能建造成巴拉巴尔石窟的墙壁和天花板，把它们打磨的都和镜子一样。但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我后面讲的逻辑就发现阿育王根本不是这么想的。第二个就是，即使阿育王这么想的，但是也没有人类可以完成，除非这些工匠都是不死的超人。为了寻找答案，法国科学家在巴黎寻找了几十位有着超过25年甚至最高40年的欧洲顶级石匠，让他们自己评估，如果他们自己就是古代的石匠大师，就用锤头和凿子能否建成巴拉巴尔石窟，而且把石窟打磨的和玻璃一样光滑。这些大师统一的回答就是不可能。如果现在世界上最难的石匠工艺是10分，巴拉巴尔石窟的工艺在他们眼里应该达到12分。他们这么说有2个原因。第一个，如果在2300年前要开凿这么大一个封闭石窟，需要非常亮的照明才能做出这么精细的建筑。但是如果用火炬照明，一个洞穴有20个人同时开工的话，那么2个小时之后，80%的石匠都会因为石窟里面的积累的高温而热死，没有被热死的也会因为浓烟而窒息。但如果用小蜡烛进行开凿这个人类眼睛是看不见里面的，所以无法达到这么高的精细程度。另外，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施工会产生大量的吸尘，这些大师级的石匠如果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还不死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在3年内得尘肺病而死。尘肺病就是石匠在开凿的时候把这些粉尘这么吸到肺里，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肺就跟编的石头一样，无法呼吸，最后也是窒息而死。大家要知道，不仅在古代，就是现在培养一个大师级的石匠就需要10年的时间，而在印度荒野中开凿一个石窟就得要好几十个好几百个大师工匠的命这在历史上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对人才的一种巨大浪费。所以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古代人类是绝对没有能力开凿并打磨出巴拉巴尔洞穴一样的建筑。我这么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原因，就是魔鬼都在细节里，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外星技术。科研团队带着最先进的 3D 扫描仪，用了2天的时间，对巴拉巴尔石窟的7个洞穴进行了多次扫描。这种最先进的 3D 激光扫描仪可以同时放出10几亿个光点，每一个光点都可以对洞穴进行毫米级别的测量。经过多次扫描之后，这些科学家们震惊了。按照现代人的眼光看，这些洞穴的 3D 图形完全就是用计算机 CAD 筑图软件才能画出来的，因为里面包含着完美的几何结构。首先，这些洞穴是完美对称的。研究报告里讲的完美对称不是眼睛看起来左右是一样的，科学家说的对称是数学上的对称。在瓦皮亚卡洞穴里面， 3D 扫描仪放出了超过 3.5 亿的激光点，测量之后发现 69.7% 的激光点左右是完全对齐的左强一个点，右强一个点，这2个点如果放在一个直线上，这2个点是完全在水平面上的，可以对齐的。瓦皮亚卡洞穴里的对称是点对点的对称，而洞窟的地板检测报告中描述是完全的水平 perfectly level floor， 地板的倾斜程度达到10万分之一。在现在欧洲的建筑标准，地板倾斜的容忍度是1000分之一，而巴拉巴尔洞窟的精确度是达到10万分之一，超过现在的100倍。这比欧洲最强的物理实验室的地板还要平。而且洞窟里面的墙壁角度也是非常不可思议，好像这些建筑师是为了体现自己超越人类的建筑技巧故意在炫技，设计了一些奇怪的参数。
比如瓦皮亚卡洞穴里，洞穴里面的角度是 90.13 度和 90.15 度，虽然是直角，但是就是多出这么几个0点几度出来啊，眼睛看不出来，但是就是厉害。墙壁和地板的夹角还相互往里倾斜，是 88.5 度。在 Karanchopa 洞穴里面，墙壁的夹角就比直角少1度啊，89度左右对称。在另外一个面，它们就是 83.7 度的左右对称。其他洞穴我就不用讲了，全部都是这么精确的倾斜角度，眼睛看不出来的倾斜。如果有建筑专业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如果建造一个完美的90度的墙，它比建造这种87度、89度的角要简单多了。这种有点倾斜的墙的角度，它是肉眼看不出来的，但是你又得造出来，而且还要加上左右对称的效果，这个难度和工作量简直比造垂直墙的这种难度要高出100倍以上。而且接着研究的话，科学家又发现一个震惊的设计，就是巴拉巴尔石窟里面有很多完美的圆形和球形出现。在外面，这些洞窟的墙壁不是一个直线，而是有弧度的，微微的弧度。我们把这些弧度的延长线延长之后，就会发现，比如这个高比卡洞穴，它的墙壁其实就完美的填在2个圆形之间。其他洞穴的拱形天花板其实都是完美球体的一部分。当时写稿子的时候，研究到这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我以前也画过这种图形啊，只有在计算机里才能设计出来，这不可能是2300年前古代的工匠用手这么直接画出来的啊，非常神奇。之前那些巴黎大师级别的石匠，他们就评论说，这种充满几何的设计，它不是一个古代石匠直接就进去咔咔咔这么敲出来的，实际上是在第一锤子在砸下去之前啊，这里面所有的设计、所有的步骤啊、所有的抛光可能都要在图纸上设计好，所有的参数都要达到极致的精确，之后再慢慢的造出来。所以啊，巴拉巴尔洞穴的设计还有工艺都太完美了，完美到我们都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有必要这么完美吗？有什么洞穴必须要有这么完美的工艺和设计？难道它有什么天大的作用吗？如果这个洞穴是阿育王下令耗资巨资建造的，那这个洞穴一定是古印度全国最神圣的地方。但是情况并不是，这些洞穴的用途在阿育王的眼里非常搞笑。要破解这个秘密，我们就必须看一下这些洞窟门口雕刻的铭文。在苏达玛洞穴的门口有用婆罗米文雕写的铭文，铭文表面非常粗糙，和镜面的墙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面写的是普里亚达新国王在他统治的第12年将这个洞穴献给了阿吉维卡人。普里亚达新就是阿育王的王号，意思是仁爱之王。其他几个洞穴也是这么写的什么什么仁爱之王把洞穴献给谁谁谁。大家注意他们里面这个用语都是写了献给就是相当于英文的 offer 主动给予这个意思。但是这里面并没有说阿育王开凿了这个洞穴然后献给谁谁谁，而且他献给的人他不是什么神明，都是一些这个僧侣或者怎么样的，还有一些乞丐呢。如果是阿育王要让后代铭记他的伟大应该写上伟大的王开凿了什么洞穴献给了什么什么神作为什么什么之用之类的，但是并没有写。另外这些洞穴到底有什么用，这些铭文也写了，非常搞笑。在 Karanchopa 洞穴门口写了一句，在我统治的第19年，我普里亚达新国王将这些夷人山丘上的洞穴奉献出来，作为雨季时行者们的庇护之所。大家看见了吗？阿育王把一个设计如此完美的洞穴奉献出来，作为雨季行者们的庇护之所一个避雨的地方，一个避雨的洞。为什么一个现代工艺都无法造出来的这个洞穴会用来给旅客做避雨之用？为了避雨，难道就要把整个洞穴全部都抛光吗？抛光成像玻璃一样，而且地板要做成完美的水平，墙壁还要左右对称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巴拉巴尔的洞窟它是在阿育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史前文明建筑，阿育王只是在后来雕刻了一些粗糙的铭文，把它献给了一些人。这个就带来一个巨大的颠覆，
就是外星人还有外星科技在史前地球他们真的是存在的。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之前讲的海奥华语言的详细分析，我在里面就说了，圣经和佛经里面很多章节都暗示，可能真的是一种远古外星人在古代来到地球，他们在地球这边旅行，要找个住的地方，于是他们就拿出一种神秘的机器啊，这么像激光雕刻一样，这么一扫，咔一下就把这个洞穴给打印出来了。这里面还有一个神秘的线索，就是巴拉巴尔这个地区是佛陀释迦牟尼觉醒的山区。在《长安含经》中有记载，释迦牟尼在觉醒的时候，什么天龙八部、龙族、夜叉、阿修罗，他们都出现过啊，尤其是阿修罗，我一会儿讲。诸天释梵沙门婆罗门以及众余生普蒙大明啊，全都来了，都一起见证释迦牟尼觉醒的宇宙大事件。会不会这些天龙八部他们来到这里，在地球上开凿了一个暂居点呢？如果大家想听释迦牟尼觉醒的细节，可以给我留言啊，我到时候研究下给大家讲。另外，我在会员节目《海奥华人的地球战争》摩诃婆罗多里面也记载了，在上古地球古印度北方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叫宇宙的建筑大师，他的名字叫做玛雅苏拉。这个名字是玛雅幻象再加阿修拉阿修罗组成的，这里就是暗示有一个阿修罗族的人叫做玛雅，他可以用当时被人类认为是幻术的技术建造神奇的宫殿。在摩诃婆罗多中记载，在当时有黑天出现一个像神一样的人物对玛雅说，你要建造一座殿堂，使得凡间之人即便坐在其中细心观察也无法加以模仿，你更要建造一座府邸，使我们得以在其中同时观见神、阿修罗与人间的设计融合为一。大家再把这一句放到巴拉巴尔洞窟看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人类在里面看，怎么看也是无法模仿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说研究完这个洞穴之后就感到巨大的震撼。而他们选择不再现身，但是他们会留下线索，让我们去找到他们。对古代外星人的地球详细记载，我个人认为印度的摩诃婆罗多记载是最全的。这本书以后还要再详细讲一讲。下一期的会员节目，我给大家讲一个位于巴基斯坦的古印度文明，被称为死亡之丘摩亨约达罗。这个地方也出土了一些像照片一样的具有精确钻孔的神器。另外，考古学家在这里也发现远古核战争的遗迹。因为在刚挖掘的时候，有很多尸骨就发现躺在城中的走廊或者阳台上。这里面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如果你在这里待得太久，身体就会变成蓝色非常诡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每月1杯咖啡的价格就可以加入我的会员，支持团长的研究，给大家带来更多神秘的故事。好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